各位朋友，还记得本台的金口预言吗？国民党100年大酱缸，处处都是赵少康啊！郑丽文呢，现在处境很危险啊！如果不铁腕整党，开除赵少康，那么换柱政变的 2.0 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赵少康现在对郑丽文是不依不饶啊，要跟郑丽文决战了昨天我们说到郑丽文称呢，说季连连呛韩国瑜的事儿翻篇了，但是呢赵少康是不依不饶，赵少康还是对这个事情是穷追猛打。郑丽文4号的时候表示说韩国瑜没有那么脆弱，一句话就有伤口吗？对此赵少康到了下午的时候他就大放厥词，说这跟脆不脆弱无关，韩国瑜本来就很坚强不脆弱，但这样可以公然骂人吗？就可以说人卖党求荣吗？任何事情都是有是非对错跟坚持，韩国瑜坚强就能让你羞辱吗？韩国瑜坚不坚强跟能不能说他卖党求荣是两回事儿。是有人怂恿季林连去骂韩国瑜的吗？谁在怂恿季林连骂韩国瑜？要找出来，骂完人这页就翻了，那法院还要开吗？反正杀人骗人都可以翻页有那么容易翻吗？明白了吗？各位大伙听明白了吗？韩国瑜和赵少康那是多年的穿一条裤子的，现在要干嘛？郑丽文自称对季林连的发言不知情，赵少康讽刺郑丽文说他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郑丽文到底知不知道。照理说党主席要问副主席要讲什么，因为这是很敏感的时刻，季林连一事必须惩处，每个人都有情感，不能说骂人就叫情感丰沛，那杀人也说情感丰沛，把人给杀了就可以说一时冲动情感丰沛，结果季副主席到现在还没有道歉，不回应不道歉不处分不下台，瞧见了吗？那季林连在干嘛呀？季林连发动了黄复兴的基层的这些党员，20多万黄复兴的党员已经开始发动起来了，要跟少康帮决战。看这个意思，不开除赵少康，国民党是永无宁日啊！关于赵少康的问题，现在的国民党真是一地鸡毛，让人看得血压飙升。而这一切乱象的始作俑者矛头直指赵少康，说他是国民党的毒瘤，恐怕一点都不冤枉他。这么多年了，他在党内搞分裂挑拨离间的手段可谓是炉火纯青，每次国民党选输了惨败了，你回头看背后多多少少都有他的影子，甚至有不少人怀疑这家伙根本就是吃里扒外，是个潜伏在蓝营内部的特洛伊木马，或者干脆就是拿了美国人的钱在办事儿。这次闹得沸沸扬扬的军购案风波更是把他的狐狸尾巴彻底露出来了。你看他和卢秀燕一唱一和，明里暗里支持徐巧芯那个离谱的8000亿版本冲锋陷阵。以前他还喜欢在幕后当操盘手，这次干脆连遮羞布都不要了，直接冲到前台来对党中央指手画脚，摆明了就是要向郑丽文逼宫，想给新主席来个下马威。这哪里是在讨论军购，这分明就是一场赤裸裸的路线之争，是国民党到底要往哪儿走的生死关头。赵少康、卢秀燕还有那个只会跟风喊价的徐巧芯，他们这一系列操作简直是把蓝营往分裂的火坑里推。基层的党员和支持者们现在除了无奈摇头，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心都凉了半截。知名媒体人陈凤新都看不下去了，他在节目里气得直拍桌子，直言现在的国民党简直是疯了。他说赵少康这种把党内同志妖魔化当成敌人来打的做法正在摧毁这个党，如果继续这样内耗下去，大家都别玩了，因为局势已经失控，再这么疯下去，国民党就真的没救了。这话虽然重，但却是大实话。邱毅教授也忍不住出来讽刺赵少康，说他现在真是把自己当根葱了，一个没有党职的人居然跑去教党主席怎么做事，还要求郑丽文把季林连这样的老臣给撤换掉，这副颐指气使的模样，仿佛他才是国民党真正的主席。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简直就是典型的祸起萧墙，自己人在背后捅刀子，比外面的敌人更可怕。说实话，赵少康这些年的表现确实让人寒心，他对大陆总是气势汹汹嚣张跋扈，动不动就提各种无理要求，好像生怕两岸关系太缓和，但在党内他又对自家同志痛下杀手，毫无包容之心。最可笑的是，他自己明明已经失去了角逐党主席的资格，
却偏偏喜欢对别人指指点点，教这个怎么做，教那个怎么干，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在党内到底还有几分公信力。这种为了个人政治私利不惜牺牲政党团结迎合外部势力的人，如果不被清算，那才是国民党最大的悲哀。董事长，我们怎么看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早上接受专访的时候谈说，这个党版是一定要执行哦，开什么玩笑？而且改成这个8000亿版本是少数委员在支持。最近他们有强力动员了哈，所以我也祝福国民党。如果因为郑丽文是主席嘛，那当然是他说了算了哈。那只是原来我的提案呢，也不是要跟国民党中央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啊，只是说希望把不同的意见都能够纳入嘛哈，做一个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版啊，对台湾好，对国民党也好哈。那比如说我们8000亿哦，当时是说减掉这个发价数的114亿美金，通过3500亿的动支。那换句话说，4500亿、4600亿是冻结的，是不能用的。那国民党现在也要注意哈，当他的3800亿加 N 哈，那个 N 可能是很大很大很大的，照傅昆萁可能是1兆以上哦，那就是没有一个上限哦。那我的8000亿只给他动支114亿美金是有一个上限哦，封顶是8000亿的封顶哦。那如果说你 N 可以是无限大。那如果美国不断的看你说，国民党既然要给我一个 N， 那不断的灌水，不断的把数字膨胀，那你国民党怎么办？有没有一个上限？需不需要一个上限？封顶，我觉得这是需要的。哦，这是我给这个国民党一个建议了，还是要封顶的，不能说那个 N 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一个未知数，这是不可以的。那另外，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面子的问题了啊，是一个实质的问题啊。所以怎么样对台湾好，怎么样对国民党好，又能够被接受，我觉得这是国民党委员们要好好考虑的。当然国民党委员很为难，我也知道了哈。一方面大家知道黄复兴有一定的票嘛，所以他也不愿意去得罪，好，所以呢这个又怕得罪黄复兴的票，所以国民党委员是有苦难言，特别是要选县市长的国民党委员了哈。我真的觉得国民党应该去问问他们的意见啊，而不是说他们都赞成3800亿，一个一个请来问问看嘛，看他们是怎样，谦虚一点哈。因为最重要是年底要选赢啊，你选不赢什么都没有了哦。也许对某些个人是好的，但是对整体国民党其实并不是好的啊。也许对某些比较强烈的国民党员，也许他的主张能满足，但是对绝大多数国民党员，对绝大多数的选民，他们的意愿、他们的需要，国民党必须要去考量哈。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可是郑丽文早上有讲说，这跟年底的选举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你觉得他这样的认知跟我们的认知一样吗？那要问他嘛啊，我不知道，我认为是有关系的啊。我认为像这个军购案，这是代表一个政党的立场嘛啊。那不但对2026的选举有关，跟2028的选举也有关，关系非常密切啊。那我还是认为说，要走的路就是等距啦，对中国、对美国要等距啊，都不要得罪，都要他们来争取我们。哦，两边呢他们都对台湾好，对国民党好，这才是最符合台湾的利益啦。哦，光抱一边是不好的，不管哪一边，只抱一边的大腿是不好的。有人说这是主席的威信保卫战，你认同这样的看法？没太严重了，有这么严重吗？其实两个版本其实实质没有差太远嘛。那只是你看起来怎么样比较好看。也许有少部分人会把它当成国民党主席的这个威信的保卫战，但我觉得没那么严重，我不觉得。当然，如果他们这样觉得，那也没办法啊，就每个人认知不同嘛。因为郑主席说多出来这4000亿没有任何的理由，那赵大哥你认为说这多出来国民党委员他们希望说可以到8000亿，那是不是有他们的正当性跟他们不是？考量？你多出来的4000亿是冻结，是不能动支的嘛？我再强调是这个都分不清楚吗？能不能动支这个差别很大啊。你能动的只有3500亿嘛，不能动的有4500亿嘛。那真的不能动的只是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它不能动啊。不仅如此哦，连将来我们跟美国要买的武器，这钱存在账号里面，就算是立法院通过的哦，可以动的哦。就举例来讲，这114亿美金存在我们华盛顿的账号里面，你交了武器才能够动啊，或是你要交武器才能动啊，而不能像现在这样交了以后很久武器都不来，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必须要有机制的，就是说一方面，而且这114亿美金到立法院不是就给他通过了，要认真审查。这每个项目是不是我们需要的？不需要的你就把它删掉嘛。这是立法院的职责啊，每一个步骤都要蛮严谨的，不是这4000亿是空白支票，4000亿不是空白支票 ，N 才是空白支票啊。什么叫 N 才是空白支票 ，N 是一个看起来是没有上限的，那才叫空白支票。我们怎么能开空白支票给人家呢？当然不可以啊。想要请教一下，怎么看说继副主席
今天郑丽文被问到说青副理事长应该要下台，他说他觉得这件事已经翻页了，而且有人从中午在操作，他觉得很奇怪。那他还说韩院长应该没有这么脆弱。这跟脆弱不脆弱无关嘛。韩院长本来是很坚强啊，他当然不是这么脆弱啊。但是这样就可以公然骂人吗？就可以说人家卖党求荣吗？这不可以的。这任何事情都有他的是非，有他的这个原则在嘛。这个他很坚强，你就可以羞辱他，这没有道理吧？韩院长坚不坚强，跟纪凌莲也讲他有没有卖党求荣两回事情，这两个怎么混在一起呢？这不是同一件事情了。有人在后面好像在怂恿这件事，是有人怂恿纪凌莲去骂韩国瑜吗？我觉得总有一个道理啊，对，谁去怂恿纪凌莲去骂韩国瑜的？那把这个人找出来啊，这不很奇怪吗？你骂了人家以后，业就翻过去了，那这么容易，法院都可以关门了。只要这么容易的话，都不要告来告去了，对不对？反正骂了你也可以这个翻页啊，骗了你也可以翻页，对，杀了你也可以翻页，都能可以翻页啊，页有这么好翻吗？页没有这么好翻的。这个早上郑丽文主席有讲，他说是纪凌莲事先跟媒体讲说有话要讲，但事实上党中央没有人知道，就是他要讲的内容，他不晓得。那我就不知道了。那纪凌莲讲说，我真的不知道啊。事实上，媒体可能也不知道。那郑主席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嘛。但是的确是以前的惯例是，主席讲完话，媒体就走了嘛。那他们那天是把媒体留下来，是记者跟我讲的。问那天媒体嘛，是不是媒体？是不是这个他们要媒体留下来嘛？那有就很奇怪嘛，对不对？那你把媒体留下来，照理讲啊，主席应该问副主席说你要讲什么？这么严重，以前副主席都不讲话的。这样的关键、这样敏感时刻，副主席讲话也代表党啊，应该了解一下才对嘛。那因为这个军购的部分，因为政府上都是支持3800亿加 N 的版本，只有少数委员坚持在8000亿的部分。那赵大哥就你了解，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这样的话，那天4月29号傅昆萁中午开党政会议，就表决就结束了，为什么要拖呢？那天的发言的记者也很多啊，我想应该有记者在吧？好吗？就算没有的话，里面参加的委员很多啊。那到底那天是赞成哪一个案子的多？问一下就知道了嘛。那如果说真的是赞成8000亿的多，那这几天国民党中央就不必这样强力动员啊，要找黄复兴到处打电话，到处跟党籍立委施压，不必了嘛。照理讲就是这顺势而为，明天根本就不需要动员，就一定会通过嘛。当然有不同的意见，而且我也不懂啊，国民党里面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在没有正式表决以前，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啊。到最后甚至他将来还要跟民众党协商啊。那难道不要把民众党的意见纳进来吗？所以有不同意见有什么了不起呢？怎么把它看成这么严重呢？我不知道就是国民党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啊？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了。就党团应该要做表决吗？我觉得最后如果有2种不同意见，还是当时表决嘛。如果没有不同意见，那还是要提出来到底哪一种意见嘛。这里面表决不是很正常吗？那党团表决很正常啊，有什么了不起呢？只是说如果我在讲嘛，如果真的是当天只有一种意见，那就不需要在明天再开会啦。那一种意见提出来就好了嘛。所以我觉得不需要为了面子讲这些话了，讲这些话没有什么意思了哈。那郑丽文是党主席，他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吧。我想我也祝福他了。他说这是尊重少数的意见，他们有尊重少数。好吧，那他如果认为这样尊重，那就算尊重嘛。赵总，想要问怎么看？就是张亚平有在脸书上指出两蒋最不能接受军购的失序，那他就是说，现在党团已经在3月5号就决议，却被个人公开否定，那好像是在指你。不是我了，我又不是国民党委员，我又不是立法委员，指我干嘛？国民党立委自己有不同的意见嘛，怎么是我呢？对不对？但是不管怎样，我做一个政治评论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吧？那怎样？国民党现在都不准他讲话了，在党里不准，在党外也不准讲话了，没有这个道理嘛？对不对？民进党有我跟民进党不同意见，我讲民进党啊；国民党有不同意见，我也讲国民党啊，没有什么特别啊。台湾本来就是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啊，所以他如果真的没有其他的意见，那就是过了就是了嘛，对不对？那会不会有后遗症？会不会影响选举？是他们自己要负责的嘛，对不对？我只是好意，我讲出来这件事情，真是有点无妄之灾。我真的是好意提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版本。而且呢，最重要是国民党的基本立场，当时只通过111亿美元的发价书的这个数字守住，这最重要嘛。其他的都冻结嘛，冻结是没有通过啊，冻结并没有让就是冻结是没有通过能动之啊，这很清楚嘛。我觉得这个很无聊啊，讲实话我已经被烦死了啊。会觉得党团自主名存实亡。傅昆萁可能想接这个江启臣当立法院副院长嘛，所以傅昆萁现在很多跟党中央配合啊，我也祝福傅昆萁了，好不好？政治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隐晦，一眼大家都看得出来，每个人想的是什么了，都很清楚的了，好吗？
赵总想再问一下，关于季副主席对韩院长比较情感丰沛的这些发言，你会觉得说党中央这边需要对他有一些惩处？每个人都有情感，哦，那不能说骂人就要情感丰沛嘛，对不对？那杀人也可以说我情感很丰沛啊，所以我把他给杀了，我一时冲动，情感丰沛，对不对？不，这两回事情啊。哦，你季副主席到现在还没有道歉过，都没有，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我讲说，不回应、不道歉、不处分、不下台，4不。哦，那你们如果真的觉得这样对，那就坚持就好了。所以也勉强不了谁，对不对？那就大家自己做决定嘛，要自己为后果来承担嘛，就这样子啊。我觉得今天郑丽文的感觉情感也蛮丰沛的。我不知道他情感丰沛我不知道，我觉得给他问他吧哈。如果连现在都没有办法坚持住，就觉得说来自民进党很大的压力。如果不照民进党的意思，我们就是中共同路人。民进党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那国民党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没长嘴吗？我们不能够讲清楚、说明白、辩护吗？民进党胡说八道、招摇撞骗、出卖台湾，难道今天国民党就是双手投降，告诉大家说我们没有招架的能力了？我们为什么要自己自乱阵脚、自我贬低呢？如果大家有压力的话，就把这个锅甩给我，我来顶住这个压力嘛。郑丽文是目前的国民党主席里边是最有魄力、最敢说的一位所以我在节目里我就说嘛，我说国民党有一丝的和平的希望就在郑丽文身上。如果赵少康这帮人能把郑丽文再给政变下去的话，我想中国大陆的网友会拍手欢迎的，对吧？那就直接武统得了，也别等什么2028了我看今年就挺好的，但愿赵少康能够政变成功是吧？那个纪林莲和郑丽文你们要做好决战的准备了，要不然你们下台，要不然开除赵少康。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